哎呦，慢点儿啊！我们先到这里休息一会儿。西山可是燕京8景之一，西山晴雪，可惜啊，现在是夏天。不是说来西山了吗？来，先陪我喝一杯。哎，孟海棠，今天有点奇怪呀，平时那么爱玩，今天怎么这么蔫儿？难道是病了吗？哎呀，我只是不爱爬山。不是你吵着非要大下午的来爬山吗？就是，我还说呢，有什么玩啊？是马上天黑下来下山都难，还带着个小累赘。小累赘呢？钱英，钱英，林钱英，钱英，怎么办啊？怎么回去跟你莫交代？先别急啊，我小时候在山里面长大，肯定能找到他。小累赘来的时候说要上山，是不是上山去了？是上山好几条路，这样找得找到几时啊？这样吧，咱们兵分2路，海棠一人不行，他跟着你，我去那边找。行，不行，有3条路，咱们一人1条，快一点。你一个人能行吗？走吧，别废话了。找吧，找吧。你说你们来找这个小妹妹，可是为什么你姐这么久还没上来？你们2个男孩子怎么能让她一个人走呢？海棠姐姐肯定是迷路了。有没有人？说姐，海棠，有没有人？海晨，倩怡，你们在原地待着，我去救她。姐，你别怕啊，有人来救你了！别动了。今天谢谢你啊。谢倒不用了，我只希望下次见你，别费那么大劲儿就好。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弟弟孟海晨，这是曾破山，这是浅一，这位是笕桥中央航校的教官张启。啊，张教官，昨天我们去看你试飞了，真是得遂凌云志，展翼欲冲天。原来你就是我姐的。你又想胡说八道什么？我是说，原来她就是那天和你在天上同生共死的人。闭嘴！你们为什么到山上来？这路陡不安全。是孟海棠说要来看西山日落。不是我。啊，对了，孟小姐，报纸上的事情我可以澄清。你不用放在心上，我是不会答应封建婚约的，你也不会吧？啊，是。那个，大家一起喝一杯吧，帮我做个见证。我打算从军了。真的啊？破山，一起去29军学兵团吧。不，张队长，我想考你们笕桥中央航校，我要去当飞行员。我就是来招飞的。那我也要报考解放。
姐什么夫啊？再说了，你高中还没毕业呢，爸肯定不同意。别拿爸压我，他不同意的事儿你也没少做吧？海晨，你多大了？ 17，不过马上就18了。你为什么想当兵？乱世出英雄，我想当英雄。鸽子，哦，你们看，有一只鸽子。哎，这不是金伯伯家的吗？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老飞我们家来吗？他的歌环不一样，你看，上面有一个小羽毛。孟小姐，你说的这个金伯伯，可是金之烈教授？对啊，金伯伯住在云居胡同100号。不过呢，他平时不太爱跟我们说话，也不爱跟我们玩。来，大家一起喝一杯吧。这可是曾伯伯珍藏了多年的同仁堂绿茵陈，平时揽山小厨聚会的时候啊，都不舍得拿出来呢。望着大好河山，喝着好酒，不行个酒令拜个把子什么的，都对不住这好酒了。此处凭栏，无论诗词歌赋，都必须带有凭栏之意。我先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我孟海棠愿与各位一生相知。好，哎，好了好了，到我了。凭栏拭目旧山川，叠叠峰峦带小烟。林浅音乐与各位哥哥姐姐们相知。好。哎，我来一个。且上高楼望，相共凭栏看月升。我曾破山，愿以张教官为楷模。以身许国，愿为国死。哎，好，到我了啊！把污沟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我孟海晨，愿与各位相知。凭栏拭目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你不能跟浅音的一样，得自己想一个。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袖手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相共凭栏经风云。莫作神州，袖手人。这句没听说过，点出何处啊？这是出自三帝先生的《高官亭春望》，原句是“凭栏一片风云起，乃作神州袖手人”。神州莽荡如此，断然不能平安袖手。我想，你改这2个字，大约便是这个意思吧。各位，今天我们既逢其会，戊戌年间有6君子舍身取义，今有沈君儒先生、李公朴先生救国图存，那咱们便结成凭栏5君子，怎么样？好。日后哪怕天各一方，也不要忘记今日莫作神州袖手人的誓言。哎，等一下，那我替我哥也结拜在内，算是凭栏6君子。那把我们大表哥也算上。对，我的偶像都要算在君子里。那行，算。来，天地为证，咱们结盟，凭栏7君子。怎么了？我看见金伯伯的鸽子了，在哪儿？在西山上。你怎么确定是金伯伯家的鸽子？因为金伯伯家的鸽子与众不同，它的腿上落了根羽毛，所以海棠姐姐一眼就认出来了。鸽子
还是鸽子？钱英，你回房睡觉去吧。走，去吧。以后不许回来那么晚，听见没有？鸽子。难怪我觉得栋梁3超重，有人利用舱底夹带私货，为了隐藏这箱赃物，还2次焊接，损伤到了油箱。他们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竟然敢用战斗机运走私品，而且这复兴式飞机刚到北平，就被人放了走私品。这帮土崽子，要是打仗有这么积极就好。这样，咱们把这箱作为证据上交给北平航空防务，飞机暂时封存扣留，等调查结束再送去维修。是，我立刻安排送过去。后天，咱们按原计划，我到清河，把复兴号栋梁4飞往杭州入库。好。朱总，不好了，栋梁3的那批货漏了。什么？张启试飞后发现了栋梁3的货，把其中1箱交给了清河机场的北平航空防务，让航委会来查。军机走私，抓着就是死罪。展仓，绝对不能给航委会留下任何证据。这事儿不好办呐，2架复兴式飞机都有货。如今一个在南苑，一个在清河，而且这2箱货是用大价钱倒来的，都斩了，那要出天大的亏空啊！蠢货，废物！现在那些货就架在人家刀尖上，要么你就斩得干干净净，要么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斩。朱座，跟日本人做买卖可是您领我入道的，如今出事了。你可不能把我扔在火里不管呐！慌什么？北平最近也不太平，清河防务站的那帮人都在忙于空中防御，那批货也不是人人都懂，不会当成要事来办。至于清河仓库里的那箱和飞机上那2箱，你想办法处理，处理得好，还不至于损失太大。知道怎么做吗？我知道，这次绝不失手。得想个借口，否则父亲不会同意的。哎，对了，就说去军训。大山，你说真的会和鸽子有关吗？金教授家里面的鸽棚咱们去过，里面什么都没有。当然了，金教授也不至于这么笨，他出事之后，他的家肯定会被别人搜过，他是不会把东西藏在那儿的。那会不会金教授的鸽群另有住处？金教授是一个驯养鸽子的高手，他的鸽子每天清晨和傍晚会沿着固定的线路飞翔。你说这和蛋有什么关系呢？蛋子应该指的是日出之时，鸽群围绕飞行之处。飞行之处。
先生，真的。严先生，你看啥呢？有线索吗？人怎么能追上鸽子呢？肯定不对。有点模糊呀，我再想想别的办法。这拍的是个什么玩意？还想想别的办法，好像你有多大学问似的。你有 X 射线衍射这个想法没问题，但不能就到此结束啊。有没有想过再调射锋的强度吗？哦，对呀，我应该先问您借富华的物理实验室调一下的。笨蛋，这充其量就是个半整体。至于你那个招飞启事，现在我给你贴到校园里就行了。但你欠我个完成品啊！是啊，日后一定给先生补上。李嬷嬷，再见。孟小姐，张启，借一步说话。好。我来看曾先生，这么巧，有遇到你。哦，对了，你的手帕。你不用还我了。明天复兴号入库，我回杭州。不过很快我会回来的。这儿有2个地址，一个是杭州笕桥的，还有一个是北平南苑机场。你如果有事儿的话，可以来找我。还有这个，你干嘛偷拍我？不喜欢啊？不喜欢，那我就放在动119上当导航塔了。不行，不行。我要当导航塔。不行。算了。不过什么是动119导航塔？是这样，飞行员呢都会把自己的意外拍到的照片放在飞机上当导航塔。照片上的人呢，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飞在天上的飞机。飞机里的人，只要看到照片上的人，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你们会把所有意外拍的照片全放在机舱上吗？会有很多吗？我到现在就意外拍下过这么一张照片，而且我觉得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有了。我跟你打个赌，只要以后你抬头看到天空，就会想到我。
杭州见。杭州见。塔台，栋梁4一切正常，准备开车。栋梁4，开车指令取消。怎么回事？离库手续不全，不能离开清河机场。离库手续是我亲自办的，怎么会不全呢？航委会撤销了离库手续，停止出发。陆副处长可知为何不让栋梁4离库？复兴号试飞漏油严重，差点让党国精英出了事情啊！漏油的是栋梁3，栋梁4一切正常。这也是航委会的意思，认为我们国产飞机尚不符合飞行标准。陆副处长，北平吃紧，复兴号是否能尽快办理入库？二位这么看重复兴号，是不是怕伤了张会长军飞机的面子呀？面子？那不让复兴号入库，又是怕谁的里子被揭开？都是为了党国安危，何必针锋相对呢？这样，我派机械师好好检查一下复兴号，也就晚个几天，确定没有问题，就让它飞回杭州，如何？对了，曾念桥已经通过审查，今天就可以归队，可喜可贺。日本有效地完成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文明，很早就摆脱了单一的农耕文化，这在整个亚洲来说都是具有先进性的。日本建立了大东亚工农圈的构想，鄙人正是一直忠实于这个新亚计划，并以推进此构想为己任，希望通过我和诸位学者的共同努力，让大日本帝国强大的文化实力与更加强大的国力，来帮助中国乃至全亚洲度过农耕文化带来的落后与荒芜。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胡言乱语，是吧？说到中国文明之上古时，中国人信奉的是黄帝，是炎帝，是尧舜禹，是夏商周。但其实这个禹，大禹治水第一次出现是在《山海经》，但《山海经》完全就是荒诞不经的传说。《山海经》并非完全是虚构，比如说四方风牛骨，可以说是和《尚书》尧典当中相对应，由此可以证明，《山海经》当中最起码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不仅夏商的历史是假的，就连周朝的历史也有半数为假。你胡说！甲骨文的出土足够可以证明殷商是真实存在过的。一派胡言！你们连那些殷王在位的时间都算不清楚，所谓的殷商史，只不过是笔糊涂账而已。中国人不仅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不清楚。再说到崖山之后再无中华，殷先生，贵校金之烈金先生曾经将甲片交予我保管，我还是希望林先生一起出面研究才好啊。你说金教授把武丁甲交给了你保管，不可能吧？是的，金先生曾经告诉我，各方宵小对武丁甲窥视已久，因此诚意托付我代为保管，并作为建立大东亚文化共荣的一个合作契机。他甚至唯有依靠我日本之国力，方可溯源中国姓氏之开端，传承中华之文脉。林先生，世人都知道您是甲骨文专家，一本举世闻名的早期甲骨文碎编，早已世人皆知。冈山先生，从刚才我就听到了你的一番论述，坦白来说，大多都是无稽之谈。请问，什么中国姓氏
需要日本人来帮助确定；中国文化需要日本人来帮助发扬。您从这里出门不到10米，就可以看到普通人家锅上炖的多坡肉。我们端午节吃的粽子是为祭拜先贤屈原，就连大门上的对联都点出经史。没错，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可是日本与我国朝夕相伴，视为邻亲。日本博兴则促我国维新革命，而昔日欧洲战起的时候，日本亦有对我国之请求，如此相得益彰。我国人最讲大是非，重情义，讲礼节。您刚刚对中国人不敬，对中国历史不敬，冈山先生，我认为您需要道歉。对，您需要道歉，应该道歉。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没错，我日本的确曾仰慕中华文明，但那早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继明治维新之后，我日本早已启宗入西，如今早已是亚洲先进文明的代表，早已将你们中国甩之身后。你们无力保管的文物，是我们在保护；你们无法传承的文化，是我们在发扬。冈山先生，你听我说2句。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先生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在我们国家河南安阳的小屯，出土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这就给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提供了大量的依据。我们可以把地下的文物和我们祖先留下的典籍对照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和我们的西周历史。我是复华大学国文系的教授，复华大学委托我写殷代历法考，来证明我们殷代历法的存在。当然了，现在我们国家的信史起于何时，口说是无凭的。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向你证明，向世界史学界证明。林先生，看来金之烈金先生对您不大信任。明知您在写殷代历法考，可为何武丁甲不交给你，偏偏托付给我这个外国人？武丁甲是否托付给你，我不知道，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但是我知道，贵国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采用低价购买、私自组织科学考察团，甚至于盗掠的方式，从我们国家抢走了1000多片的龟甲。我不知道你讲的这种保管，是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请你回答。冈山先生，能不能详细的回答一下林先生的问题？诸位，我确实在保管7年前挖掘的极其珍贵的刻字龟甲武丁甲。我这里有一张真正武丁甲的照片，大家仔细看。据说这件文物在刚出土的时候就被日本记者以非常规的手段进行了拍摄。冈山先生所说的文物是否真的由中国学者交到您的手上了呢？他现在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能出示文物吗？诸位，本人在此郑重承诺，1个月之内，我将出示真正的武丁甲。不过1个月，武丁甲真的在手上吗？我不信。岡本君、1ヶ月以内に本物を出してくれ。まだ本物を見たことがないだろう。私の知る限り今公表しているこの写真はおよそ7年前、我々のスパイがカナンに潜入し撮影した亀甲の写真を加工して拡大したものだ。1ヶ月以内に本物できるね。もともと武条湖の手がかりはなかった。しかし今日の会議で大物が釣れたぞ。まさに中国人のことわざ通り、探し物はひょっこり見つかる。両門学は必ず手がかりを持っている。安藤大佐はただ人をやって両門学を見張っていてください。这个冈山信一他是个学者，为什么要讲出这样的观点来？我估计他没安好心。林先生，孟小姐，段子，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回家呀？回家？蹭车呀！我送你们。哎，不用了，栓子，我们。严先生，您坐这儿。哎呀，别客气，您走10步啊，就是我1步的事儿。哎呦，烦劳你了，栓子。孟小姐，您坐这儿。谢谢你，鹏哥。哎，别客气。那2位坐稳哦。坐稳了，伯伯。哎，慢点啊，栓子。好嘞。怎么会在日本人手里？金伯伯这么严谨的人，应该不会把东西交给别人。肯定不在日本人手里，这件事情不对。如果在的话，冈山信一今天应该拿出实物来，而他手上只有1张照片。林伯伯，刚刚日本人说的5丁甲，是不是在安阳的时候那个乡民提到过的？哎呀，你一个小丫头，不要再关心这些事情，以后不许再提啊！林先生，一直有个事儿想求您。哎呀，栓子，你就说嘛。我媳妇儿要生了，哦，想求您给孩子取个名儿。好啊，这是喜事儿，好事儿啊，对吧？你姓武，这是你们家的第1个孩子，对吗？对呀。那我得慎重点，你给我点时间，好好想想，啊，成。七七卢沟桥一夜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从此，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所有同胞共赴国难，开始了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爸，想了1晚上了。是啊，这南边炮声响了1宿啊。妈，你把被子挂床上干嘛呀？这4方被子啊，可以保4方平安。床上挂被子可以防冷枪。这被子还能防冷枪呢？对呀，你不懂，这老辈人说了，庚子年间那一回啊，闹八国联军，这城里家家户户哪一户不挂着4方被子啊？你出来干啥呀？进屋去。说这都6点多了，海晨这小子跑哪儿去了？还不回家？海晨这孩子也真是的，这兵荒马乱的，去什么军训呀？可千万别去了城南呀！爸，妈，海晨跟我说过，他要去29军参加阅兵团。什么？他从军？他参什么军呀？这会儿啊！你为什么不早点说？你跟着我，去把你弟弟给我找回来。走。孟秘书长，孟秘书长，学校出事了，周校长让我接力赶紧回学校开紧急会议，商量学校南迁的事儿。那你弟怎么办呀？这样，海棠，你去把你弟弟找回来。老吴，我自己想办法去学校。今天啊，我把我姑娘海棠交给你，她要把她弟弟找回来。你说这小子说什么从军去了？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拜托你了啊！拜托了，您放心吧，走吧，海棠。拜托了啊，注意安全啊！你注意安全。这怎么办呀，老孟？注意隐蔽！来这边！南苑守军侧背东南方向遭受日军夹击。教育长，27日夜，日军攻占团河行宫，包围29军南苑兵营。我中队除新接收复兴栋2-3无法起飞外，栋31携4枚53千克弹，栋24机况良好，不带弹。现请求栋24参与侦察，栋31参战支援陆军。教育长，请求参战。报告。教育长。日军轰炸机队已有动态，可能参战。
张琪，你不许正面迎战，违抗军令，就地枪决。教委长，我执行命令。那停在南苑这架复兴号，开不回来就炸了它，不能留给敌方。怎么了？让我们丢掉一切逃回去吗？运输机5点到，5点30起飞。新飞学员待命了。大家给我听好，29军明天凌晨1点前，全部撤离北平，不留一兵一卒。愿意跟着走的，立刻出发，跟着29军去保定。不愿意跟着走的，领路费，就地遣散。想不想活？想活就起来走。海晨，挨个给我问。海晨。你好，请问29军学兵团驻守在哪儿？学兵团应该还在南苑。南苑。谢谢。你好，我找你们函关中的队长张启。张队长。对。等一下。好。莫小姐，张启，你怎么来了？张启，你能不能帮我找找我弟弟啊？海晨，他怎么了？他一定是考不上剑桥，就去29军参加学兵团了。我听说就在这里，能不能帮我找找他？怎么办？他还18岁都不到呢！我要去。穆海棠，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离起飞还有50分钟，这交给你。你去哪儿？如果我回不来，你护2214准时起飞，然后执行轰炸机场任务。拜托了，二哥，你护孟小姐随运输机撤离。队长，注意安全。
海辰，穆海辰，穆海辰。怎么还不回来啊？还有20分钟。行，我知道了。爸爸，孟小姐，我们5点30必须出发，30分钟后日军会轰炸南苑机场。你受伤了，别乱动，我带你去找你姐。停车！有雷区。前几天埋了雷，我认得。海城，往那边挪，把重量分担到另一边。你跟那架飞机说了什么？什么事情这么急啊？校长，燕西大学让日本人给炸了啊！教学楼、图书馆、宿舍全完了，校钟也被日本人给拖走了，说是要熔了做子弹。吴然，请温月今晚务必加这堂课。这是救学校于水火，举校南迁之事，诸项准备从现在开始。周校长，
各位，今天晚上这堂课，我来想办法。海棠，日军进攻北平，我不能保证你跟海晨安全回家，跟我回杭州。什么？日军轰炸机马上就要到了，海晨也急需治疗，运输机上只有军医，你别回去，太危险了。不行，海晨跟你们走，我先回家。也好。张琪，李教官，带他上去。是。把他抬起来，轻点。醒醒，小兄弟，听得见我说话吗？坚持住，我们很快就到医院了。走。洞31、2214升空以后，指挥机场人员撤离，执行轰炸计划。我去清河机场，加洞2次归队。起了兵了。二哥，他不跟你去杭州吗？队长还有任务，孟小姐快回家吧。全部动员，出发！瞄准机炮，投弹。听不清，大点声。南苑机场的复兴号被炸了。这倒也好，死无对证。主座，清河里飞机上的2箱货和仓库里的货怎么处理？冈山那个老东西，卢沟桥一乱就改了主意，不在杭州交易，要在北平交易。这2天你去清河把货处理一下，后天一早去这里交易。这回保证完成任务。老孟，你快去啊！海棠，你弟弟呢？都是我不好，没有照顾好海晨。他跟张迪去杭州了。我应该早点告诉你们他参军的，都是我们太任性了，怎么办？好了，没事啊，不着急，听爸爸说啊。女儿啊，你跟弟弟都长大了，早就该经经风雨，见见世面。他跟张琪一走挺好的，最起码我们知道他在哪儿，还有人关照他。现在这些事都不要想，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跟你妈赶紧收拾家里的东西，不要带多啊，只带必要的。我们呀，马上就南下去杭州了，到时候你再去找海晨。我们也要去杭州啊？对啊。那这房子咱得找人看着吧？孩子养的猫能带吗？你说马上，那要带什么不带什么呀？我刚给海棠扯了块布，要给她做新衣服的，那得带着。老孟，你最喜欢的那几套茶具得带着啊！带。海棠，嗯你记住了，如果爸爸明天不回来，你到了杭州照顾好妈妈，把弟弟找回来。你们不跟我们一起去吗？哎呀，爸爸要去趟林婆婆家，天大的事儿。哦，如果我赶不上跟你们一块儿走，我跟老林在杭州跟你们会合啊。哎，你都2顿没吃了，吃完再去吧。呀，你怎么这辈子拎不清楚轻重啊？就知道吃饭。哎呀，7年了，
一直没跟你说起来，因为今天晚上我要去上那个公开课，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蓝山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金教授留给他的大事情。所以我不得不说，7年以前，金教授、蓝山还有我，在安阳小屯发现了一张刻有铭文的巨大的甲骨。根据我们3人推断，这张龟甲是商王朝第22代君主武丁王时期留下来的东西。武丁甲，这张甲片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大，而且它刻有不同的真人名，达6人之多。我们根据这个真人生活的真实年代，可以推断出阴历法。这块甲片太重要了，它可以带着我们达到3000多年前的那个岁月啊。文月啊，日本右翼一直在质疑我国殷商这段历史是不是真实存在。你刚才说的这款甲片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恰恰是这段历史真实存在的佐证，学术价值太高了。所以啊，这张甲片一经出世，日本人马上就盯上了。我跟金教授之间有约定，他保存甲片的原件，而我这边他只给了我一张拓片，用于学术研究。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拓片毕竟是拓片，天干地支那些非常精细的刻画模糊了，极其细小的划痕也不清晰。所以，一旦到这本书我写完出版的时候，就必须要有真实的甲片，或者说更加细致、准确的拓片，来辅助证明。就是说，金教授走之前，没有把这个甲片交给你。没有。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我参加一个日本学者冈山信一他的学术研讨会，结果他在会上说，金教授把这张武丁甲交给了他，他会在1个月之内把真品公示出来。我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但是他的这番说辞，是不是很蹊跷？金教授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哦，是，他跟你说这个话，文月，是不是这个冈山盯上你了？哎呀，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但是我现在想想，让我去参加学术研讨会，应该是想从我这儿打探到一些武丁甲的信息。可是武丁甲，我这也没有任何的线索呀。如果这个武丁甲丢失了，那么我罪责难逃。我现在跟你讲这些，等于把你也拖下水了。所以我希望你得帮助我们，把这张甲片找回来。文月，什么叫把我牵扯了呀？啊，国之文脉是你我的血脉啊！你跟金教授已经担负了7年，今天你把这么大的事告诉我，是我的荣幸。本来我都打算好了，我最近想去一趟南京史语所，把史语所里面存在的那些龟甲的拓片都复制一遍，都拿过来用于学术研究。可是今晚这堂公开课，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来。万一我要是回不来了，那么这张武丁甲的秘密，还有我的家人南山，还有钱英，拜托你了。不说了，我都懂。文月啊，如果你要让我帮着找甲片的话，那拓片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啊？拓片在，你跟我来。哎，穆夫人，穆夫人，你怎么把我锁在里面了？把门打开啊！文月啊，你今天就踏踏实实在家待着，别的事儿你什么都不要管啊！你把门打开，你放我出去！老孟，冈山是冲着我来的，你去也没有用。今天你去上课，你的腰弯得下去吗？弯不下去就是一死。我弯不下来，你难道就能弯吗？
我孟无染这几年弯腰次数太多了，我不怕多这一次。孟无染，魏月，那武丁甲还有你我的家人，这一摊子麻烦事儿，我就托付给你了。你回来，开门啊！爸，你怎么在这儿？妈让我给你送面，好像已经涂了。回家。老孟，康教授，你这是在做什么？海棠，你先回家，我马上回。康教授，我现在在行使复华大学国学院院长的职责，你今天把他看好了，哪儿都不许他去。康教授，你是个识大体的人，你要知道，现在只有问月才能完成《殷代历法考》这本书。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你说的有道理。那好，明天呀，曾教授去杭州，你们一家人带上我太太跟海棠，跟他一起走。那晚上的课谁上？我也是复华大学的教授，今天晚上的课我来上。孟无染此刻抱着必死的决心，奋笔疾书。他要重新走上讲台，他要直面侵略者，他要保护凌问月这样的国之栋梁，他要用自己弯曲的身板书写一个文人的刚强。海棠，今天的公开课你找他来讲吗？林先生的课，对，我正好去听，跟我一起吧。请问林问月林先生呢？我是复华大学国学院院长，今天林教授的课我带他上。马卡巴罗，安藤君，不用生气。既然是来听课，我们就听听孟院长的课。
同学们，请让一下。どきなさい。私は両向だ。はい。同学们，上课。大家请坐下。这个字，我想大家都应该认得。怎么读？对，这是我们汉语的读法。日语也有这个字，他们读作“你七”或者是“嘿”，但无论怎么读，它的意思并没有改变。日代表太阳。同学们，日本是一个崇尚太阳的国度，它在中国的东方。较之于中国，日本人可以更早的看到太阳的升起。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它是如何从我们古老的象形文字甲骨文演变到今天的。大家看好了，这是行书日，草书日，楷书、隶书、小篆，最后两个是金文和甲骨文。这是金文的日，最后一个这是甲骨文的日。同学们，如果有一趟时光列车，沿着历史回溯向前，当这趟列车停在安阳小屯这一站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你们今天所写的所有的汉字都起源于此，因为这是中国甲骨文的发源地，其中也包括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日”字。同学们，下面我要给大家画一幅图。这是南宋的地图，请注意看这里，如今的广东省。此处唤作崖山，此处长江下游南岸的城市唤作江阴。今天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我想告诉你们，地理即是历史，历史即是文字啊。倘若要用最简短的中国文字来记录一个人的生平，我会如此写：陆秀夫生于盐城，葬于崖山，10万江阴父老。生于江阴，葬于江阴。那么好，我现在问在座的诸位一个问题：你们生于何地？你们将葬于何处？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字。
它充满了温度，它代表了象形的含义，它有着深奥的内涵。最重要的是，中国的文字是这个世界上连绵了3000多年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字。也许你们会问，这个重要吗？孟海棠，你曾经就问过同样的问题，对吗？是的，林先生。我今天再回答一次，当然重要。如果你读不懂400年以前至100、200年以前的文字，曹方婷，你就不会因为读《红楼梦》而被老师罚站。何定军，你最喜欢的《西游记》就不用读了，因为你读不懂。如果你读不懂1000多年前的文字呢？滕王阁序，中文系的同学就不用再背诵了，因为初唐的气象万千，盛唐的波澜壮阔，你们是懂不了的。再说到2000年以前的文字，2000年前的文字如果读不懂，历史系的同学实际可以一把火烧掉。为什么？因为荆轲刺秦，因为秦时明月，因为背水一战，因为破釜沉舟，因为卧薪尝胆，你们铁定懂不了啊！这样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我们脚下的土地，李白来过，霍去病所去之地，我们也可以到达。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字从没有间断过，所以你们可以读书，你们可以看到大漠孤烟，你们可以看到江南春雨，你们可以听到文人风骨、英雄复见。今天你们还可以懂得什么叫衣冠不绝，华夏不灭。我想再教大家2个汉字。这2个字，你们懂吗？你们不懂，但是我不怪你们，因为这是甲骨文，我们最早的象形文字。列列旌旗下护卫的中央一片土地，还有兵戈护卫之下头戴王冠的一个人，他到底是什么字？我现在用现代文字的方式再写一遍。看懂了吗？对，这2个字是中国，这是我们的故土，这是我们的祖国。刚才我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我是先生，我应该先作答。我凌问岳，生于兰陵，葬于中国，我不惧死。我孟海棠，生于北平，葬于中国，我不惧死。我陈代荣，生于天津，葬于中国，我不惧死。我梁开元，生于长沙，葬于中国，我不惧死。我黄敦宇，
生于铁岭，葬于中国，我不惧死。我何鼎钧，生于保定，葬于中国，我不惧死。与他们无关。我可以跟你走。